哟，我来了，欢迎来到投机实验室。聪明钱概念指标和枢轴点指标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好用的两个交易指标。与其他滞后指标不同，它们会提前将价格的运动行为赤果果地展示在图表中，你会因此获得更多准确性超高的交易机会。相信我，这绝对是价格行为交易者最不能错过的一期内容。接下来我要把他们的秘密全部告诉给各位，在成长为一名有利可图的交易员的前5分钟，一定要打爆我的订阅按钮。对，就是现在。与往常一样，指标的详情会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和置顶评论中列出。首先要说的当然是聪明钱概念指标 Smart Money Concepts（LUX）。我们打开指标搜索栏，输入指标全称，点击收藏并添加到图表。这是一个可以自动标记市场结构的全能综合指标，包括订单块、高低点、公允区域、折扣溢价区等这些经常用到的判断价格行为的经典方法。跟随聪明钱做交易是价格行为交易者最为推崇的概念，他们认为机构或者大资金集团交易者要比散户更聪明，尽可能的找到这些参与者在市场交易的痕迹，跟随他们获利的概率比自己做交易要靠谱得多。指标设置里的模式可以选择默认的历史或者当前，当前表示的是只在图表显示最近的数据，风格可以选择默认的彩色或者单色。内部结构功能会用虚线和标签自动标识出价格是否突破市场结构，从而确定市场的趋势。BOS 标签指的是价格突破之前上升趋势的高点，或者跌破之前下降趋势的低点。CHOCH 是价格跌破了上升趋势中的较高的低点，或是突破了下降趋势中较低的高点，这就给出了潜在的逆转迹象。摆动市场结构显示的是更大级别的市场结构，标签是同样的标记，只是线条改用实线表示以做区分。如果打开显示摆动点，那么更高的高点、更高的低点、更低的高点、更低的低点这些描述趋势的信息就会标记在图表中，趋势就一目了然。订单块与我们常说的供给需求区概念类似，可以把订单块视为广义的供需区。订单块也就是人们认为大机构、大资金集团容易参与的价格区域，不仅可以作为支撑阻力的位置选择，还可以用订单块来寻找潜在的止盈止损。以比特币美元的15分钟图表为例，价格处在红色的订单块附近，我们就可以有2种交易选择。比如价格突破红色订单块回踩后，可以根据价格的行为在这个位置选择做多，也可以等价格跌破红色订单块择机入场做空，止损就设置在近期的高点附近或者订单块上沿，止盈可以选择在下方的蓝色订单块附近。等高和等低点功能会在图表中显示出类似双顶或者双底的结构，各位需要这个功能也可以打开。向下看，公允价值差距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可以标记出图表上的不平衡区域。在任意时间周期的实体大 K 线、跳空或者是一些连续上涨和连续下跌的 K 线都属于流动性不平衡的范畴。我们可以打开固定范围成交量分布图，然后选中这个 K 线部分，可以看到标记公允价值差距的部分内部的成交量就比较小，说明这个区域卖单或买单严重不足，订单必须向上匹配卖单或者向下匹配买单才可以继续运动。流动性不平衡是一种明显的大资金入场信号，大机构、大资金集团的操盘算法大概率还会引导价格立即或是在将来某个时间对这些区域进行部分或完全的填补，让市场保持平衡，这些价格区域也就会更容易出现很好的盈利机会，值得关注。高点和低点 MTF 可以将前一天、前一周或者前一个月的高点和低点标记出来，这些位置作为支撑阻力的参考是非常有用的。如果你是日内交易者，前一天的最高价和最低价能提供给你一些很好的交易机会。如果你是做1小时、4小时级别的中短线交易者，也可以选择前一周或者前一个月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作为参考。最后一个功能是溢价折扣区。顾名思义，如果价格打折很便宜，有人就会在打折的价格低点进行买入。当价格涨得过高，有人就又会开始择机卖出，因为溢价已经过高。机构就总会这样操作，与散户的追涨杀跌有着本质的区别。理解了聪明钱的概念，我们也就可以在上升趋势中只在打折区买入，在下跌行情中只在溢价区卖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价格位置有多重要，这是一个多么有利可图的价格行为指标。指标涵盖了几乎所有聪明钱的概念，包括市场结构、流动性以及价格的运动行为，这真的是你最应该拥有的指标。唯一的不足是，聪明钱概念指标还少一个枢轴点功能，这是一个不应该被忽略的策略。
我们打开指标搜索栏，输入 Pivot Point Standard， 将枢轴点标准 Pivot Point Standard 添加到图表。指标由一个枢轴点 P 和几个支撑 S、阻力 R 组成，可以根据枢纽点 P 的上升下降或是横盘去判断趋势。也可以把 P 点用作价格可能会面临的支撑阻力位置，当价格运行到这些特定的区域时，大概率就会有所反应。这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交易工具。枢纽点指标可靠的原因还在于它是纯粹基于价格走势汇总的数据。我习惯只使用枢轴点 P 和支撑位 S1、阻力位 R1， 颜色可以参考我的设置，其他用不到的功能可以勾掉。以15分钟级别的比特币美元交易对为例，对于15分钟内的日内交易，枢轴时间框架可以设置成1天。当枢纽点指标的 P 点和 S1 点连续全部高于前一个 P 点，表示短期趋势向上。当价格落到 P 点的时候，就可以顺势做多，止损就可以放到 R1 或者短期低点附近，止盈最好放在盈亏比2:1以上的位置。顺势做空的规则正好相反，当枢纽点指标的 P 点和 R1 点连续全部低于前一个 P 点，就表明短期趋势向下。当价格回到 P 点的时候，就可以入场空单，止损就可以放到 S1 或是短期高点附近，止盈同样放在盈亏比2:1以上的位置。枢纽点指标适用于股票、外汇、加密货币市场，并且适合任何周期。我们只需要根据绘制的这些位置去分析价格的行为，在这些位置附近发现可能的逆转或突破信号，以找到确定性强的交易机会就可以了。好了，检查一下是否点击了订阅按钮，以免错过更有利可图的交易系统。祝你早安、午安、晚安，拜拜。